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比特币出现了比较离奇的一幕啊，比特币再度跌破了45000的大关，甚至一度跌到了42000。我看到了有个新闻啊，说的是什么恒大导致了这次比特币的大跌。诶，怎么这么神奇的呀？恒大都能导致比特币的大跌了。等会儿呢，我们会说一下这个问题，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哦，对了，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面具人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 XZ 植物类蛋的活动。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从今天的大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庄家机构的贪婪指数已经成倍数的上升了，都已经超出了面具人对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的乐观预期了。按照我个人的预判，我觉得比特币应该在这段时间已经涨到了5万了，看来呢是面具人比较乐观了。不过呢，面具人在前面的几个节目也都说过了，现在社会贫富差距正在越来越极化，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富人越富，穷人呢则越来越穷，穷人呢则越来越难以翻身，富人呢也是越来越不想让穷人来翻身。我说过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越来越完善，所有人的什么技术分析呀、经验分析呀、市场分析呀、预判呀，都会变得没用、无效化。可能你今天找到的一种判断方法，当下还有点效果，你的所谓的致富技巧，能在短时间内能偷一把鸡、钻个空子。可是呢，随着大数据完善了以后，你的任何技巧判断都会在几分钟之后就被大数据而抓取，从而导致你的任何技巧和预判都会失效，甚至还会出现反作用。智能算法是完全可以做到预判你的预判的。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研究币涨跌的人啊，通过各种技巧手段想要去通过炒币赚钱的人，在庄家的眼里，其实我们都是小偷。那么人们都如何对待小偷的呢？那就是都要防贼嘛，对吧？咱们就是贼，偷人家的利润，对不对？币圈就是这样，有人赚钱了，就代表有人要亏钱。所以呢，掌握着神兵利器大数据的庄家们，自然是不会给小偷们机会赚自己的钱，偷自己的钱的啦。咱们这些底层人啊，在这些富贵人眼里面啊，就是龌龊肮脏的小偷。不过呢，有一点面具人我可以确定的是，今天抄底儿的人啊，晚上安心的睡一觉，等到明天了就都赚钱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啊，在中午的时候也告诉了我的会员群友，告诉大家别慌，放心抄底儿。而且呢，我也给出了几个比较适合抄底儿的项目。不过呀，币安今天真的是狗。比特币跌到42000的时候啊，币安就给拔网线了， BSC 链条不让提现，结果呢就让大家都抄不到底儿。于是呢，面具人我还好存到了子弹啊，我在那个小狐狸里面有几万 U， 我就大胆的抄了几个 BSC Swap 上面的 DeFi 币的底儿了。我抄的这些币到底涨不涨？我抄的这些币到底涨不涨？我随后呢会在我的这个交流群里面去公布的。你们等着明天看我的消息就好了。哦，对了，面具人昨天还说了要做 DeFi 类的项目，对吧？你越早入场，等到大跌下来的时候，你也是不痛不痒的。千万不要做合约，不要频繁交易，对吧？今天的这种跌幅呢，充其量也就是10%左右的跌幅。就这还把很多人吓尿了，甚至吓割肉了。面具人，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10%的跌幅可怕吗？10块钱少1块有啥好怕的？要怕也只有合约怕。我们控制不了别人，我们只能控制自己啊！你持有现货，相当于这个币在你手上受你控制，而你玩合约不算是持币啊。你玩合约完完全全就是你的命、你的数据、你的行为、你的情绪都被人家掌控着呢。跌到什么时候你就会爆仓，你就会割肉，都被掌控着呢。所以呢，
大家做任何事情啊，一定要记住 A 计划之外还要有 B 计划，不能一头撞南墙撞到死，撞死自己。我刚才开头给大家说过了，恒大导致了这次币圈的大跌了，是吧？现在都在这个群里面 Twitter 上面去传这个事情。这个新闻是什么意思啊？9月20日的消息，金色财经发布了一篇题为关于恒大危机可能蔓延并波及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担忧，引发了广泛的加密货币抛售，加密货币的价格也经历了暴跌。截止发稿，比特币现报44597.9美元，日内下跌 6.4%， 达到了一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他的数字资产也同步下行。这个新闻现在呀，在中文圈里面是广为流传，尤其再加上很多那些恒大的业主啊，见不得别人好，也会加快这种负面消息的传播。我亏钱了，你也不能赚钱，你也得亏，这样我才能心里面舒服。不过面具人，我觉得啊，这个恒大暴雷跟币圈暴跌这中间啊，你说有没有关联？你要硬说是恒大导致了币圈的暴跌抛售，这中间就有些逻辑问题了。如果说恒大或者地产类的投资项目会被暴雷的话，那么大家就更应该不会选择这类的投资项目了，从而会把目光转移到别的投资项目中，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消息面具人我认为啊，更接近于借机砸盘而已，蹭热度而已。如果说恒大这个项目不好，那对别的项目来说反而应该是一个利好，对不对？因为大家不会把钱再流到恒大了。你们看啊，这些所谓的黑色财经呀，这个哥呀，那个大人呀，网站呀，博主呀，媒体呀，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大家记住了啊，这些人是图钱，庄家也是图钱，他们说什么是能够操纵你的行为的。这就跟那些民主选举一样啊，你们看看台湾人年轻人的想法，甚至中老年人啊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完完全全都可以被博主、媒体、新闻所操纵，而被洗脑，然后呢，做出别人想要他做出的举动，投票给谁，割不割肉，这些都可以被操纵。大家记住了，你们买卖现货啊，交易所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充其量呢，也就是赚个几十块钱一笔的交易手续费。But 光靠那点手续费，交易所早就饿死了，还哪能养活那么多的员工嘞？对不对？所以说，交易所赚钱啊，主要靠2个大点，一个呢是合约，合约呢不受个人的控制，只受交易所的控制，对不对？你个人只要玩，你绝对会输啊，10赌9输。别看你今天侥幸赢了1下2下啊，就跟那个赌场一样，一开始都是让你赢，等到你玩上头了以后呢，就开始让你输得倾家荡产了，对不对？而且呀，除了合约之外，还有计中计。现在很多骗子博主啊，大家去观察，已经开始转型带现货的节奏了。就像那个某个大人说的啊，他有一期节目里面说的是，我这个人从来不玩现货啊，我只做交易。然后嘞，这段时间又改口了，说我经常玩现货，我对玩现货懂得很，我是玩现货的高手啊，啪啪啪的打脸，就跟他今天说跌，明天说涨，然后嘞过了2天又推翻自己，然后嘞过了2天又随便挑一个节目就挑出来说自己说的准。总之呢，你不要去迷信哪个人给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要自己去做好根据自己资金的合理分配的行为，知道吧？不要被别人迷信带节奏，不要造神，更不要看那些我靠，那些骗子博主底下刷的那些舔屁眼的留言啊。庄家们可以通过这些带节奏的网站、新闻博主花式的诱骗你们追高或者割肉，然后呢，他们自己再去套利。最典型的一种操作方式就是放出一个负面消息啊，再派一些水军在社区里面
造谣，然后嘞再通过一些博主啊，给你带反向节奏，或者是带恐惧节奏啊，或者是带贪婪节奏，然后嘞再配合一些新闻媒体，哎，整个网就支开了呀，对不对？整个网就布局好了，然后嘞就等你跳进来。比如说，他可以制造下跌情绪，跌了以后呢，把大家都骗割肉了以后，他自己铺底儿，然后呢，他再放新闻，再诱多吸引韭菜追高，然后嘞，他再割你们。今天大跌，大家都很恐慌，有些人呢甚至认为加密货币玩不成了，对吧？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吧，能不能玩，大家只用看一个国家就对了。萨尔瓦多本月初正式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尽管呢一天后就遭遇了比特币暴跌了$7000的这个滑铁卢，但是呢，该国的总统布克尔并没有退缩，还要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继续买币。只要比特币大跌，人家萨尔瓦多就加仓。你看人家多勇的啊！你们也别说人家萨尔瓦多只是个小国家，面具人，我告诉你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至少还是个国家，最起码也拥有国家级的精算师、分析师、经济学家，那总比你个人强多了吧？啊，他不懂你懂吗？啊，哈哈，对不对？人家都不怕，你怕啥吗？这社会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当然了，无脑梭哈以及玩合约的不是胆大的人，那是傻逼啊！哦，对，面具人，我还想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币圈啊，牵连着美国和中国的，还有欧盟的政治博弈。你们看啊，美国要印钱3.5万亿美元，他印完这个钱以后，他就需要一些金融系统来吸收这个泡沫，所以呢，他就要拉盘，让大家高位进场，把他们这个泡沫给吸走。但是呢，如果说中国要和美国对着干的话，他就一定要砸盘，趁现在就摧毁美国的韭菜，而且呢，不给他重铸金融系统的这个高涨的繁荣的景象的机会，就要现在把它砸毁，给美国制造金融灾难。本身美国现在的经济就够困难的，甚至呢，美国还想到处借钱呢。大家仔细观察啊，前段时间比特币上5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美国派特使到中国求和，并且呢，拜登他的姿态也非常的低，非常的软，双方也谈得比较好，所以呢，中国就没怎么砸盘。但是大家观察啊，这一次的大砸盘是在美国要给澳大利亚核潜艇技术的新闻公布的之后，美国成立了美英澳3国英语联盟之后，然后呢，你看全世界加密货币比特币持有量最大的3个领域是谁？按顺序排呢，就是中国第一，美欧差不多并列第二。美国此次扩散核动力技术，帮了澳洲，却得罪了欧洲的法国也间接的得罪了欧盟，包括阿富汗撤军也得罪了欧盟，让欧盟的菊花暴露出来了，空门漏给了中国和俄罗斯。而澳洲的武器技术提升了，拥有核动力了以后，就会直接威胁到亚洲海域，说白了就是威胁到中国。那中国肯定不能忍了呀，这是军事问题，对不对？于是呢，中国它就可以利用最擅长的办法，当然不是打仗了啊，就是钱。中国搞经济还是有一手的，就用金融方法来还击的啦。首先呢，取消了美国的大豆订单，然后呢，砸盘金融市场。这些行为呢，都会极大程度的刺激欧美的韭菜。看，取消大豆订单会导致美股暴跌，而砸盘加密货币市场也会牵连美股呀加密货币市场暴跌啊。那一旦暴跌了以后，你们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不？那就是欧美的韭菜被中国割了，欧美的韭菜没钱了，就会找政府的麻烦。那民主国家你还不能随意的去维稳人家韭菜，对不对？民主国家这个民怨一旦起来了以后是很难平息的，并且呢会形成蝴蝶风暴效应，最后呢就会弄得很头疼，甚至是恶性循环。这个理论呢，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多次提到过了啊，就是美国、
欧美想拉盘，但是中国是有能力砸盘的，并且呢，中国只要想砸，它就能砸。这就是大国之间的政治金融博弈。其实现在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中国控盘了，币圈的资金量就那么一些，谁钱多谁坐庄。更何况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还有 BSC 链条都是人家中国搞的，对不对？它是有绝对的能力的控盘的。然后呢，就是咱们再站到人性的角度去看啊，庄家们永远不会嫌钱多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政治局势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全世界都在向右转，走保守主义，对吧？而且随着科技的完善，大数据系统的完善啊，维稳制度的完善，洗脑制度的完善，这些有钱人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掌握社会的所有资源，教育、媒体，还有舆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引导甚至控制你的认知的。所以呢，底层的穷人他们认知被垄断了以后，文化被垄断了以后，舆论被垄断了以后，新闻媒体被垄断了以后，他们的行为就已经是不由自主的了，是完全被操控的了啊。那你自己也可以想一下嘛，对不对？你有钱你凭啥给别人分嘛，对不对？科技发展是不是好事儿？面具人我看是未必，因为科技越发展，这些权贵富人们就越有更多种办法去奴役、压榨、割底层的韭菜，控制他们，甚至呢以后都可以发展到什么基因技术啊，从基因编辑的过程中，胎儿筛选的过程中，就直接分出来那些聪明人和无脑的只能干体力活的无脑儿，对不对？甚至呢有些人一生下来就被要装什么芯片呀，直接控制大脑的，这种在未来都能实现，甚至呢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了，听懂了没？很恐怖的。人是永远不会嫌钱多的，面具人我就是这样的啊。我之前呢没钱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要是口袋里面有10万块钱，美得很，太好了。可是呢当我有了10万以后，我就会在想，等我口袋里面有100万的时候，那才叫美呢。可是呢当我口袋里面有100万了以后，我又会去想了，等我口袋里面有1个亿的时候，那才算是人生目标实现了。可是呢永远都不会知足。同样的，面具人在好早之前有一期专门讲心理学的节目中提到过一个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已经论证了，当人越有钱的时候，就会越丧失人性就是越有钱的人同理心相比于穷人会越差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从本质上来说是弱者才需要的行为，而有钱人他是强者，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呢他也不会去帮助别人。正因为穷人他穷，他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呢在更多程度上穷人会通过主动的帮助别人而换取依靠。我们就从一个心理学实验就是那个闯红灯或者是犯交通规则来看这个开烂车的、开不值钱的车的人更有交通的这个自觉性，而且呢更会主动礼让行人。而那些有钱的开豪车的人别说礼让行人了撞死一个又能咋嘛，对不对？所以说呀，研究这些心理问题真的是让面具人我也在想在赚钱的路上你随着自己的财富的增多，如何才能做到自己人性不迷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人就是动物，没办法就是有劣根性。所以呢我也只能告诉你，人越有钱越没人性，你不要把那些有钱人想得多么善良成功之人、有钱之人，你只需要去学习一下他为啥成功但是呢不要迷信他，迷信他的话你就是他的韭菜。
来继续说正题啊。总之呢，现在加密货币市场跌了，你别怕，尤其是 DeFi 类的项目跌了，你也不用怕。这个 DeFi 类的项目啊，拿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不怕。比如拿上半年，收益达到了60%的被动收益以后，它再涨一点，涨个30%、40%，你就完全可以出掉本金了。之后呢，你就是一本万利了，对不对？所以呀，选好项目很重要，而且呢，操作方式更重要。千万不要涨了你去追高，跌了你就割肉啊！跌了你不敢买，涨了你又贪，那你不做韭菜谁做韭菜吗？不要轻易的被情绪驱动，涨了你贪，跌了你害怕。你们要记住，你的对手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大数据智能系统。什么情况下能割啊？除非说是狗狗币这种消息币，有消息了它涨，没消息了它就会死，一阵东风过了就死了，对吧？该割肉就离场。面具人也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判了狗狗币的死刑，带大家去玩蛋糕币，玩 Axie， 对不对？大家也看到了，都是暴涨。所以呢，也不要造谣面具人啊，说我推的东西都是高位。大家仔细去看看我之前的节目啊，仔细对好时间点，打开你的 K 线软件，看一看面具人我讲的项目哪一个不是做到了涨之前就分享给大家的了，让大家赚钱的了。只要在那个时候第一时间看到面具人节目的人，进行了适当的投资的人，都赚钱了嘛，对不对？面具人我光收感谢信都收到了不少了，几百封了啊！狗狗币我让割它绝对没问题啊！你有那个时间，你做别的币早就赚钱了，尤其是 DeFi 类的币，对不对？你从5月把蛋糕币拿到了今天，它再怎么跌你都不怕，知道不啊？基本上快到半年了，4个多月、5个月的收益了，你怕啥嘛？对不对？50%的被动收益了，你怕啥？除非它腰斩归零。50%的收益了，你怕啥？5月份蛋糕币是9块，除非它跌到4块以下，你再去说你有多害怕。但是呢，你看现在蛋糕币再怎么跌，还是在19块钱，更别说面具人我之前让大家进场的那个平头哥了。平头哥我当时说的时候是多少钱啊？9块、10块、11块。就在这个区间，对不对？现在平头哥再跌，你怕啥吗？不怕。而且呢，更别说你这几个月还拿了很多被动收益了，对不对？就这呢 ，DeFi 类的币啊，还远远没有到爆发的时期呢。具体的原因，面具人昨天也已经说过了，对吧？ DeFi 类的币现在仅仅吸收了一点点传统金融的市场份额啊。连1%都没有吸收到，所以呢 ，DeFi 类的币每天拿着，天天躺着赚被动收益不好吗？而且今天大跌的时候呢，我也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给出了大家抄底方向，草泥马、香蕉币、Matic 这些币你就可以大胆的抄底。而且呀，草泥马它还能生海豹哥，海豹哥还能和你的闲置 BUSDT 捆绑产生收益。多好的！如果各位有想要第一时间获取面具人的交易信息、交易指导的，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剩下的那就是秘密了，我们群里面再说。那你也可以去学习一些技术流派嘛，画画之类的，画 K 线，当一个画家也能讨口饭吃。祝你好运，拜拜。